昆索蒂说 Matt 去找了 Professor Bante， 说了一些事情，他还说要把 Loidecha 辞退了。他们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他们想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真的把 Loidecha 辞退了。最后 Matt 也确实告诉了 Loidecha， 希望终止律师服务。Loidecha 也已经收到并且签了信函。关于上述的问题 ，Matt 就可能需要找新的律师了。可是昆索蒂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他接着说，如果大家还记得 ，Loidecha 说证据有好几项。结果签了辞退信过后，因为证据需要还给 Matt， 他就只还了这叠文件给他，还说有好几箱的证据。接下来他们还要详细的聊一下该怎么做，但是很肯定的是，他认为 Matt 辞退 Loidecha 的决定已经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知道 Loidecha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另一方面 ，Professor Bante 也在 Facebook 写了 ，Matt 在6月19号的时候把 Loidecha 的团队辞退了。所有退还 Matt 的诉讼文件、为控方证人证词以及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像报道所讲的交还好几箱的其他诉讼证据。非常多人都很震惊，并且好奇法院的文件就只有这些吗？节目中 Professor Bante 说道，他本来以为 Matt 会拿到好几箱的文件，因为根据他们所做过的特殊案件是有很多证人证据的。他以为 Loidecha 应该是会有超级多箱的文件，以至于他们需要用车运送的。而另外一个主持人昆给调侃说，这里还比 Professor Bante 在节目中用的文件还要少。Professor Bante 也继续调侃，他的期望更高一点，想着 Loidecha 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的东西可以提供给 Matt， 让 Matt 去找另一个律师分析上诉。他以为在这个情况下，作为共同原告律师，肯定有很多物证，警方所拍下的照片可以分析，或者他理解错了，他可能没有那么厉害，所以需要非常多的文件。Loidecha 可能比较厉害，所以只需要这些少量的文件就足够了。他继续解释，这是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的案件，想要知道案件的走向会是怎么样。他们还说有做了很多实验，有很多文件、证人、物证，10箱的百多个文件，可是他都没有看到，真是太让人失望了。有个小插曲，居然有人以为 Loidecha 是 Sam 的代表律师，说他们赢了官司 ，Professor Bante 输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张照片，所以让人误会了。后来 Loidecha 出来澄清几件事情。第一，关于案件的各种证据，他说都在法院里，并没有在他的手上。如果要复印这些文件，需要花费好几万泰铢，所以他没有复印。他只是复印了那些证词的文件。如果没有证据，就要自己去法院拿。被告方说，如果要复印文件，就大概要6到7万左右。第二件事情，Matt 输了官司，检察官是原告，所有证据都是警方提供的，没有证据是从他那里来的，赢还是输都是根据警方和检察官的证据，以及法院自己的衡量。就这样，戴莫案件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应。从现在开始，如果有任何人讲述戴莫案件让他名誉受损，那就法庭上见，也不需要再问他戴莫的案件，因为他已经没有义务了。他还强调没有人解雇他。他的合同在一审判决就已经到期了。既然他都讲到这样了，我们就来看一下 Matt 写给 Loidecha 的信啊，大家就自行判断他到底是被解雇，还是因为合同到期结束不再参与案件的。内容大概就是：我把你的雇主来向 Decha IBS 公司告知我的意图，打算终止你们的服务。从现在开始，我作为共同原告，将自己继续进行延长上诉的时间，并且任命其他律师进行上诉。所以请 Loidecha 以及他的团队停止所有相关诉讼程序，并索取诉讼所有原告、被告的证词以及法院的判决文件，以便让新任命的律师使用。7月4号节目上 ，Professor Bante 说早前有人去找他，并且把文件交给了他，还哭泣的人是 Matt。他和昆给一起坐下来听了 Matt 的讲述，并且拍下了影片记录所有的对话。很多人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Matt 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以下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内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必须握手欢迎。老师多大了？很帅。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对方，完全没有。我只在电视上听说过你，很有才华，令人惊叹，非常敬佩。我们等下再继续聊，请。昆给我的搭档，你还记得吗？我记得。Matt 可能想不到解决的出路 ，Professor Bante 告诉他，他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即使一审已经过了，他们能做的，他们都会去做。他们讨论了2小时左右，有时候 Matt 还会发影片给制作组，他让他们不要打开，让他自己处理。他以为是证据，结果是 Matt 在唱歌。可是当然，他们也讨论了很多事情，
是当 May 还没有写解雇信之前的事情。May 先去检查，这2小时里面 May 也有说到解雇 Loy Decha 的原因是什么，可是他不想公开，因为看见 Loy Decha 已经退出了，所以不想再说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关联。他告诉 May 有关于 Loy Decha 也就这样了，而未来会怎样就一起寻找真相。另外，其中一家制作 Netflix documentary 的公司特地从新加坡带着泰国翻译员来太阳之家见他，说他们想拍 Tang Mo 案件的纪录片，一起揭开真相。国外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案件，而 Professor Bante 表示这件事情 DSI 务必要让它成功，因为这是关于国家荣誉的事情，如果还不能有任何进展，国家也会受到影响。7月7号 Matt 带了一堆文件去了 DSI， 采访中他表示他自己来过 DSI 很多次，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或者谈的就来而已，也不用跟律师一起来的。说到了律师是什么原因让你解雇 Loy Decha， 这是可以说的吗？当然可以啊。Loy Decha 已经成为酒鬼了 ，Matt 你这太严厉了吧？心碎又单相思，真的吗？那代表他完全不在乎手头上工作的事情是吗？他忙着到处飞，解雇前有先把事情先讲清楚吗？完全没有，我已经受不了了，好像被利用，不工作然后没有结果，从来没有问过我这里这样做好吗？这个 idea OK 吗？不像其他的律师那样，从来没有问过我，也没有发任何案件的进展或者反馈让我知道。Matt 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吗？有的，但是我不想说，不要说好了，大家都应该自己知道吧。而且老师也说了，要活在当下，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情了。意思是以往 Matt 想要做这个那个，可是一直被 Loy Decha 阻拦。那为什么以往 Matt 还是相信 Loy Decha？ 农博士，你知道我喜欢换律师对吗？我会一直换更好的，每个人都想要更好的 ，so that 我们会赢。结果越换越糟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 Matt 觉得压力，以至于真的不能再忍耐了，认为不要这个律师了？他很常 travel 去别的国家，那他怎么会有时间帮我做这些？其他人像 lawyer 队，他会去看跳船，谁有什么活动，作为 Sen 的代表，他都会去观察。但是这位从来哪里都没有去过，没有去帮忙，或者说我觉得可以这样做那样做，我觉得这样子 OK， 就这样说吧。他从来都不在乎，也不让 Matt 说或者做这个那个。对的，老实说，我很尊重我所聘请过的律师，让他们自己发挥自己的专长，做好工作，不用太过于害怕，全力以赴就好，是这样的吧？当你给予尊重时，就得到这样不会全力以赴的，就被利用了，费用都已经全数付完了，给了多少？很多，数十万？是的，当他在任何国家的时候，他会拍照给我看，我就在想，他不用工作吗？那你有什么想要跟他说的吗？其实在这之前，我们是朋友，是一起吃饭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喝红酒，对吗？还没有聘请他之前是朋友，我聘请他是因为觉得他很厉害，很懂法律。准确到好像打开书本一样，会展示一些东西给我看，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对法律的理解很准确。那么多个处理案件的律师里面，Matt 认为哪一个是真的可以让案件有进展呢？每个人都有进展，有些一点点，有些远一点。没有进展时，我就换律师。让我觉得最安心的应该就是第一个律师 Lawyer Christina， 非常有理又细心。关于朋友们的证词不一样，很多人都被吓到，为什么会不一样 ？Matt 怎么看？这是他们的事情，他们不觉得丢脸是他们的事。可是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对话的人是警方，警方会逮捕他们问话。我不在乎这些人了，包括那些在船上的人，那2位儿子，我不在乎了，我不再把他们当作是儿子了。但是我看见报道说，上次出庭的时候，你有跟 Sen 还有 Kartik 拥抱？是的，一直以来都有拥抱 Sen， 可是我没有跟 Kartik 拥抱。我告诉你为什么 ，Sen 是男的，对吧？你必须先想这一点。他很帅，很漂亮。他在法庭上拿了一个东西给我，是他买的，我也吓到，挺贵的。为什么买给我？我们有交谈，以往常在咖啡店的树下拥抱，法庭也拥抱。关于案件跟个人事务，我是这样把它区分开的。我们拥抱时没有把他想成是伤害我孩子的人，只认为他是其中一个孩子。这样说吧，他行为得体。Matt 来得及上诉吗？准备到如何了？可以的，足够时间。Matt 从 Loy Decha 那里拿到了什么？有完整的拿完吗？没有完整的，我不知道完整的是多少，可是没有关系了，我会自己去选。Matt， 我要先给你道歉。以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认为你不是真的想要帮 Tang Mo，
可是这一次你去找了 Professor Bante 还有 DSI， 所以大家想着你会继续 fight 下去吗？或者是这次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在 fight， 从拿到电话开始就在 fight 了。跟 Benjack 说越多就越想 fight， 案件的事实也必须跟着一步一步来。假设真的掉下河，你不能从别的地方开始说，要先调查是在哪个地方掉下河的，对吧？Matt 不会改变主意了，对吗？大家都害怕。不会，我从来没有变过。一个人是有权利换律师的，不会改变想法。如果律师不好，最多换律师，但是不会改变想法。Matt 记得23号的时候你说过不会上诉了吗？记得那时候从法院出来头很晕，在法院里面就这样了，想说出来晒个太阳。那时候很多记者媒体，我觉得肯定会问这种问题，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还在困惑刚听到的消息，要怎么回答呢？继续还是不继续？回答不了，还在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Sam跟Matt撒娇的话，你会不会心软不上诉了？ No， 因为这是法律事务，拥抱是私事。Matt 会去索取法医证据文件，对吗？因为看起来 Lawyer Decha 给的文件里面没有法医的文件，会去法院要求文件。Matt 有觉得惊讶，这么多文件，可是那个最重要的文件却没有吗？那要问 Lawyer Decha 为什么他不给，对吧？可是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是那么的无助。如果没有从他那里拿到，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都在法院，想要拿什么就去法院拿而已。之后 Lawyer Decha 也在直播回应了 Matt 的说法，他说他不是像 Matt 所说的那样，简短来说，他会使用自己的权利起诉那些让他名誉受损的人，让他们去法院解释是不是像他们所指控的那样，不在乎案件到处飞。他说想指控谁都可以， Matt 想指控他都可以。可是 Matt 必须要有证据，如果你没有证据，你就要为你的言行承担责任。指控他不在乎案件，只会要钱之类的，如果是真的，那没关系，但是如果不是真的，你就要负责。另外一方面 Professor Bante 说他和 Matt 商量了过后，让 Matt 去把所有的文件拿回来，因为现阶段没有人能跟法院索取文件，不管是 Queen Ajaria 或者 DSI， 唯一能索取文件的人只有 Matt， 因为 Matt 是共同原告，有权利上诉以及延长上诉时间，所以在隔天7月8号 Matt 就去法院申请了索取文件。同时间陪同 Matt 的是 News Hour 制作组的组员。Coy 表示目前为止 Matt 暂时还没有找到任何代表律师，并且说到今天有可能没有办法拿到有关文件，因为警官说文件太多了，所以需要等一等，而且也是类似要写信给这一方那一方，直到复印区去复印之类的才能拿到文件，差不多有10箱左右，他们之后会再联系 Matt 来拿文件。另一方面 Queen Ajaria 表示他很开心 Matt 愿意协助所有的事情，以往这3年跟 Matt 讨论过了，一直以来都认为是谋杀，不是意外。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案件有很多无法预料的事情，即使是过程中的文件也很难拿到。他2次的要求，2次都被拒绝，即使他是案件的被告人，他们也不让他复印。这就让他觉得泰国怎么了？最重要的是Tengmo的案件不是儿童虐待，15岁以下或者什么严重的案件，这种案件可以让人民进去听，但是这案件很神秘的调查也不让外人听，这不是正常的事情。被问到他当时在节目上说的话，很多人认为他会不会就是不再继续了。他表示他不会停止，这案件一直都在他心里，就只是他了解的策略是要分成几层，有些东西他们需要放在一旁，让大家想想为什么不碰某些人。如果没有证据出现，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对吗？但是希望将这个人的身份保持神秘，他不是平凡的人。Queen Ajaria 没有说不想继续了，他说 Professor Bante、Natapon、Dr. Dawachai 大家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是放一层，他是放了很多层。7月11号节目上 Professor Bante 表示 Matt 手术之前给他发了一个讯息，里面写着我是唯一一个可以索取文件的人，因为我是母亲，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为老师加油，老师是一个好人，已经关注了很久，真诚可靠，分析很多数据，不要放弃，加油，愿真相大白，愿整个过程中的所有作恶者，从上到下，所有参与者都为他们共同犯下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Professor Bante 想说这件事情是因为，第一，很多人都担心 Matt 一直以来都变来变去，换那个人就称赞那个人一阵子，之后又去责骂他。Professor Bante 会不会也中同样的事情？第二点，观察了 Matt 的态度，有时候变化无常，看起来像是 Matt 比较在乎金钱，可是他想告诉大家，他跟坤给一起坐下来这2小时，他非常同情 Matt。
第一，May 不是那么的健康，还有健康问题，也取决于你周围的人把你带到哪一个方向，也浪费了很多钱，可是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个他很同情 May， 也很老实告诉 May， 没有人可以跟法院索取文件，这也会是证明 May 是不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孩子破案的人，也就取决于这些文件了。现在除了 May， 没有人可以索取，因为他是共同原告，有法务权利。May 也给他们权利把文件拿出来。他表示 May 发送的讯息，也表明了 May 知道自己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人，是可以把文件拿回来的人，也是为了孩子而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想让大家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原因。而且讯息中他并没有提到金钱的事情，只有想让那些做错的人受到惩罚。